好，大家好，这是零度解说。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号称比特币杀手的这个奇亚币，它的挖矿到底是不是场骗局？所谓的奇亚币挖矿被美其名曰发明，意思就是耕作。这个耕作这个词有一句话来形容它特别贴切，就是这个只有耕不坏的地，没有累不死的牛。这头牛就是大家手里拿来挖矿的这个硬盘。根据有的人推测，在一张512G 的固态硬盘上不断挖这个奇亚币，可以让一张原本可以用到5到10年这个固态硬盘的寿命减少到40天。一个1T 的固态硬盘可以持续到这个80天左右。根据他的推算，一张2T 的固态硬盘最多也只能挖160天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硬盘厂商，他们已经开始改写这个退保维修政策了。毕竟这些厂商他们也不傻，他们才不会借你这张盘呢。估计再过段时间，大家在二手市场上能买到的二手硬盘，都是些随时可能罢工的这个矿盘。这种矿盘其实它的危害程度要远远大于这个矿卡。显卡坏了，大不了换个显卡，或者直接连接这个核显就来搞定。但是如果硬盘坏了，那里面的数据几乎就找不回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开始有人找我做这个奇亚币的挖矿教程的时候，我就直接拒绝了。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奇亚币挖矿就是一个骗局。可以直接这么说，它就是一场国人为国内新韭菜量身定制一个局。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奇亚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吧，打眼一看是不是很眼熟？刚开始我第一眼没看清楚，还以为是 China 呢。如果你把 N 放到 A 前面，就是 CHINA， 也就是中国的英文名。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几个不认识这个单词的？而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名字非常好记，非常有利于针对这个中国人的快速宣传。如果把 N 放到 A 后面，就是 CHIAN， 也就是区块链 Blockchain 的链的英文单词。玩区块链的都知道这个单词啊。可以这么说，这么高级的碰瓷背后一定有高人支招啊。据我所知，奇亚币它目前上线交易所，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几乎清一色全都是国内2线这个交易所。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充斥着众多国内资金盘的影子。从他们很多前期这个宣传痕迹就可以发现一些线索。比如像国内硬盘的价格炒作，上线全都是国内交易所，挖矿和宣传基本都是国内人员，利用所谓的名伶效益、技术大咖、资本背景来为他站台背书。一种产品需要名伶来做宣传，这很好理解啊。对于一些没有底线的明星来说，只要钱到位了，只要利益足够大，哪怕喂给他一坨屎，他也能给你演绎出一个好吃的入口即化的感觉。节目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做给我1000万，今晚分单饭。所以说，对于一些无脑人士来说，只要宣传做到位，垃圾也能变珍贵。奇亚币这个项目说白了，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国内资本操作，用一定的人脉和关系，通过暗箱运作，将一个普普通通的项目包装成如今这个火到不行的样子。其实硬盘挖矿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还非整出一个什么时空证明这个文绉绉的噱头。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硬盘上不同的重复的擦擦写写，还得看谁的硬盘大，谁的硬盘擦得更快。擦得好，擦得快，人家偶尔大发个慈悲，泼你一块地，奖励一根骨头，让你尝尝甜头，让你继续卖力的擦。反正你擦坏了，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你是老玩家，应该都知道，前几年这个迅雷就搞过这种东西啊，就是一种叫做的玩客云的东西。当时迅雷搞的这个玩客币和现在奇亚币挖矿相比，模式上玩客币比这个奇亚币高出好几个层次，但是最终结局大家都应该清楚了，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了。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的产品，背后是有团队和人可以操控的。奇亚币早期号称没有预挖，但官方却预留了2100万枚这个奇亚币，这个数量不多不少，正好是全球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全部总量。你看又一次完美的碰瓷。而且他们这预留的2100万枚这个奇亚币根本就不是他们挖出来的，怎么来的懂技术的应该都知道。而且他们不仅预留了2100万枚这个奇亚币，还给各位辛辛苦苦挖矿的散户们预留了各种贴心的 bug， 比如像什么掉线啦、白屏啦、无法登录啦、闪退啊、同步完成不了，或者就直接限制小散户的提现、转账丢失等等。你看过早在10几年前就被开发出来比特币或者以太坊他们会有这些 bug 吗？完全没有。而且这个奇亚币最近在宣传之后，还刻意新加了这个宣传亮点，说什么奇亚币挖矿更加环保，好说什么这个比特币挖矿浪费了太多资源，让大家赶紧走到这个奇亚币上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所谓奇亚币这个项目创始人布莱梅科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可能大家对这个人名呀比较陌生，但是他开发的产品估计很多人都用过，就这个 BitTorrent。估计在屏幕前观看这个视频的人应该都使用这个产品，它就是一款这个 BT 种子下载工具。之前这款下载工具被人发现，它在后台被人偷偷裹满这个恶意的挖矿程序，后来这个名声大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BitTorrent 这个项目啊，后来他卖给了有这个币圈假月田之称的这个韭菜镰刀手双宇成。双宇成这个人在这个币圈炒作非常有名啊，他也被称作这个双哥基。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怀疑啊，奇亚币跟双宇成这个炒作大拿会不会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挖矿环保这个话题上来吧。美国那边政策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去年美国政府在川普的旨意下已经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了。但中国这边一直有这个政策文件说明，说现在主流的挖矿模式不环保，反对挖矿，还把这个比特币挖矿列为这个落后厂人淘汰名单。近期又说因为这个显卡挖矿消耗了太多这个电力资源，影响这个碳中和，因此他们清退了很多这个矿产。而奇亚币偏偏就这么巧，这么快就提出这个环保这个挖矿概念，这么快就号召了上头的政策，并迅速做出反应，这应变能力，你们想想他们都是什么人？另外还有这次这个硬盘的价格的暴涨，仅限于大陆地区，所以很多这个投机倒把的黄牛，眼看在大陆抢不到货，纷纷从海外等地区这个进货来套利。但是在美国市场的硬盘价格却没什么波动，我在澳洲这边硬盘价格也没什么变化。大家要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等地区，参与区块链项目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大家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为什么了。而且最近爆出来这个专注于奇亚币挖矿的这个 ATOM 矿池，其实是由这个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李笑来、微风集团、星河资本等多家国内资本投资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薛蛮子的官方宣传的 PPT 可以注意到， ATOM 运作其实是由这个浙江众煤科技有限公司来运作的，它隶属于这个浙江众煤集团旗下的公司。可以证实 ATOM 入场奇亚币其实是由浙江众煤科技有限公司操盘的，并且他们通过这个联合多家投资机构助力，准备把这个奇亚币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你再自己琢磨琢磨，这哪像是一个什么去中心化的产品啊？这明明是一个有国内投资者打着区块链的旗号，再通过这个彻头彻尾的包装，大张旗鼓搞出来这个投机倒把的敛财产品而已。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繁荣景象，都只不过是一群资本家炒作结果。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就盲目的大量资金投入去挖矿，那么别哪天你的下体被割了你都不知道，而且割你下体的是一群散发着恶臭的镰刀手。Within the